今日可以同大家講呢，關於呢個頻道算係第一次做嘅崩壞星穹鐵道嘅主題，有發夢都冇諗到呢個遊戲真係好好玩，而且遊戲呢內容呢夠深度啦，有內涵，咁種種嘅細節呢，我會喺呢部影片呢去同大家做一個分享。咁係未講呢個主題之前呢，可能因為呢個 topic 啦，就會有啲平時唔係睇我頻道嘅人就入咗嚟去睇我呢部影片，咁我呢就在此呢再介紹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夫拉，咁我呢個小頻道呢叫阿庫拉 Gaming 啦，中文名叫阿夫拉遊戲。目前嚟講呢係一個講廣東話嘅遊戲頻道，基本上呢度每一部遊戲影片呢都會有中文字幕噶啦，同埋呢度嘅英文翻譯都係有人手修改嘅，咁所以都歡迎其他國家嘅朋友呢過嚟呢度嘅頻道去觀看我嘅影片，俾個 like 訂閱支持下，咁啊請大家多多指教啦。話說咧，自己玩手遊課金 game 都唔算少，但係咧，我就覺得玩咗咁耐嘅課金 game 咧，仲未揾到一款咧係啱自己玩嘅遊戲，亦都覺得佢哋嘅課金嘅手段啊、手法啊、個 promo 啊，都係大概如出一轍。咁直到最近咧，我就試咗呢個所謂嘅星穹鐵道啦，咁我就簡稱為星鐵。咁細心玩咗大概10日之後咧，咁我對佢嘅創作嘅內容咧，都係感到幾驚訝嘅，咁咧我就分咗幾個層面咧去講解星鐵咁受歡迎嘅原因。咁我就好簡略就講一講呢隻遊戲嘅公司。咁佢公司咧就係米哈遊。咁我相信咧有啲玩家就知啦，即係原神嘅公司啦。咁嗰啲再細節啊，咩攞個獎嗰啲我就唔喺度講。咁我純粹咧作為一個完全未玩過崩壞系列啊、米哈遊嘅玩家咧，喺呢10日嘅經驗啊、經歷啊，同埋一啲嘅比較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故事啊，咁你會話係啊，好多嘅課金遊戲都有故事噶啦，咁個分別喺邊度呢？咁星鐵嘅故事呢就好有深度，咁簡單嚟講呢，就係一個穿梭於群星之間嘅星際旅行故事。咁玩家乘坐呢個嘅星穹鐵道列車啦，同一個叫機子啊、楊叔啊、3月7啊、單行咧等嘅伙伴一齊咧，就降臨到遭遇各種危機嘅星球啦。咁呢啲星球咧會有住各自嘅地理、歷史、文化啦，所以我哋咧深入介入到當地咧各方陣營勢力嘅角逐之中啦，去揾出呢個引發危機嘅罪魁禍首星核。咁主角咧當解決咗呢個星球嘅危機咧，咁就會出發去下一個星球。而玩家呢個主角即係你啊，點嚟嘅呢？咁以粗略簡單嘅講法就係，咁主角本身就係只係一具載體，咁我俾一個卡夫卡嘅女人呢，就安咗個星核入去，又將主角呢抌到去空間站之後呢，就離開咗，直到你被星穹鐵道嘅伙伴發現啦。但係主角咧對以往嘅記憶咧毫無頭緒，然後主角咧會被星穹鐵道嘅伙伴帶嚟，咁呢個就係星穹鐵道嘅故事嘅開始。咁官方咧會不斷透過 patch 啦做更新啦，去更新呢個嘅故事。咁譬如以往嘅 1.0 到 1.6 嘅版本咧，就會更新到叫羅浮呢一個嘅地方。咁依家呢個遊戲1週年啦，咁就更新到呢個嘅 2.0 之後嘅就叫匹約康尼嘅地方。即係總之官方嘅操作就係，無論係小更新定係大更新都好啦，每次嘅更新咧，官方都會擺一堆新嘅角色落去，而人物嘅外表設計咧都非常細緻，而且每個人物嘅聲優咧都係各自有4種語言嘅，包括中文啦、英文啦、日文同埋韓文嘅聲優。咁每個角色嘅聲咧，大部分都會俾佢哋安排到一啲嘅主線啊，同埋其他嘅任務當中，而且仲要好詳細。喺呢段做任務過程當中咧，你會好深入了解到咧每一個角色嘅性格啊、傾向啊、所想嘅嘢啊等等。亦都因為呢啲嘅種種細節咧，呢隻 game 咧嘅每個角色咧都圈咗唔少粉嘅。而你
你對比下其他嘅遊戲，可能淨係得個皮靚，然後重重複複講幾句說話，角色嘅故事呢就係輕輕帶過寫幾行字咁樣咯。然後最重要嘅就係你最好課金啦。關於課金嘅部分呢，我之後再分享。所以呢度帶出嘅就係遊戲嘅基調啦，無論故事啊、人物啊嘅背景啊等等，都係寫到好細緻，都好有內涵。只要你下載呢隻 game， 開個賬號，用無課嘅身份去體驗呢個遊戲，體驗呢個故事，將個故事玩到去亞利諾6號星球呢，你就會體會到我所講嘅遊戲深度啦。所以呢一種官方嘅更新同操作呢，令到遊戲同埋故事嘅未來呢有好高嘅可塑性。咁呢，我都幾 buy 佢呢一套嘅操作嘅。之後我哋就講到遊戲操作各方面啦，已經好簡單，一隊湊夠4個角色，你就可以開始玩啦。咁一個角色咧，如果要玩到勁嘅話咧，你只需要咧顧掂5樣嘢咧就解決噶啦。咁呢5樣嘢咧就分開2個部分，就係唔使課金同要課金嘅部分。咁關於唔使課金嘅部分咧，分別就係角色嘅等級啦、痕跡啦，即係一啲嘅技能樹啦，同埋遺器啊，即係裝備。以上呢3樣嘢咧都可以通過遊戲咧打一啲嘅任務咧，就可以獲得一啲嘅素材咧去做升級。而之後嗰2樣咧就係遊戲課金嘅部分，分別就係叫光追啦，即係抽卡啊，同埋星雲啦。咁呢度就牽涉你有冇抽到重複嘅人物啦。只要你顧得掂呢5樣嘢嘅話呢，你就可以喺呢個遊戲度大大享受呢一個遊戲嘅樂趣。而呢個遊戲係 PVE 回合制嘅關係啦，所以喺呢個遊戲度呢，你課金同唔課金角色呢都係你嘅個人決定，而唔會因為其他人嘅催促呢導致你係被逼課金。呢隻 game 玩到後面呢，你只需要花10到20分鐘去打一啲嘅素材，然後你就可以決定放低遊戲，做你日常需要做嘅生活，並唔會佔用你太多嘅時間，但你又可以樂在其中。咁你話啦，呢隻 game 無課玩唔玩到落去㗎？呢隻 game 咧，就算你係無課嘅玩家咧，你咧都可以透過任務咧去收集一啲嘅星鯨。咁星鯨咧就會被用於抽限定角色啊，同埋一啲嘅光追。咁我坦白講，呢隻 game 咧始終都係一個課金嘅遊戲，但係又未到咧一無課咧就完全玩唔到呢個遊戲，係難玩少少咁解嘅啫，並冇話好似其他遊戲咁啊，一唔課金啊，玩無課啊，免費啊，就完全失去樂趣，玩唔到。咁呢個就係遊戲包容嘅地方，包容到好多玩家，甚至係中學生啊體驗呢個遊戲都完全冇問題。就係呢一種嘅包容呢，令到呢隻 game 呢接觸嘅年齡層呢就可以比較廣，而且每個都係2次元角色嘅關係啦，咁啊真係會圈到好多粉嘅。例如啦，好多人啦都對將會推出嘅資金鳥咧係好有愛嘅，甚至之後個 patch 會出嘅流型咧非常有愛啊！我也一樣，現實裡的我有着求而不得。還記得邀請函上的問題嗎？生命因何而成熟？稍等，讓我準備一下。好啦，開始吧。1、2，茄子。角色卡池都被抽啫，就已經有好多粉絲啦。喺星鐵咧，甚至有啲玩家咧，純粹係因為對嗰個角色有愛啫，佢就願意課金啊，俾錢啊去抽呢個角色。如果你話角色強度咧，佢哋大家都有嘅。但你話呢個遊戲我唔課金抽資金鳥啊、流型啊，會唔會死呢？絕對唔會死，唔抽都可以快樂玩呢個遊戲。簡單啲嚟講就係，呢啲課金遊戲你課咗好多錢，搵唔到樂趣不特止，你仲有可能俾人鬧啊。咁我作為玩家，開開心心課金玩一個遊戲，點解仲要去受人氣唔開心呢？仲要遭受壓力喎，係咪本末倒置啊？我相信呢，一啲有玩開手遊課金嘅玩家呢，就會非常明白我講緊乜嘢。一個遊戲呢，細節決定一切啊！一個遊戲商有冇心做一個遊戲呢？玩家嘅體驗呢係會說話嘅。哇，咁可能有啲人會講，你攞一個 PVE 嘅遊戲嚟同一個 PVP 嘅遊戲做比較，喂，唔係路啊，好唔公平。但我相信呢一個遊戲呢，無論係 PVE 定係 PVP 定係無課嘅遊戲，個目的都係想喺遊戲中尋求一種快樂同埋樂趣。咁喺星鐵裏面呢，有好多小活動，多元化到呢嚇咗你一跳。譬如亞利諾嘅東城博物館，佢任務就真係叫你啊放啲人落去啊，去開呢個經營博物館，跟住又要請啲人啊掛一啲古董上去。又例如羅浮嘅捉鬼小隊任務，又或者係匹若康尼嘅白日滿飯店，去酒吧做一個調酒師，佢根據佢建議嘅配方
方呢，去配啲酒啊，俾啲怪物飲。其實呢啲小遊戲同本身遊戲嘅主軸呢係唔太有拉楞嘅，但你睇下呢啲小遊戲嘅畫面真係做得好精緻好細緻，佢啲細節嘅程度呢真係唔到你唔佩服。佢連大富翁都有，而且我講緊呢啲一系列嘅小遊戲都係唔使錢嘅，即係你可以見到啊製作組嘅用心。嗱，呢啲咪就係對玩家嘅誠意咯。所以星鐵呢一個遊戲呢，淨係用咗1年時間啫，就咁出名。所以呢隻遊戲嘅成功呢，絕對唔係靠運氣。你睇下佢5月1就知啦，隻遊戲出咗1年啫，佢就搞演唱會，真係咧不得不佩服咧呢間公司咧做呢個遊戲啊，可以攞到呢個成就。其他遊戲咧真係好難模仿啊。影片講咗咁多種種嘅原因呢，雖然唔知我嘅睇法同埋感覺講唔講到中呢大家嘅心坎啊，但有一樣嘢呢，我可以肯定嘅就係呢一部影片所講嘅種種原因呢，就係我願意投入呢個遊戲嘅理由啦。頻道嘅將來咧，將會集中講呢個崩壞星穹鐵道嘅內容。咁依家開始咧，呢段期間我需要大概1到2個月嘅緩衝期啦，去完全 pick up 啊星鐵嘅遊戲機制啊、內容啊、玩法等等。咁希望咧本身有留意我嘅觀眾咧，希望都可以繼續支持我呢一個頻道，就算唔講萬國覺醒嘅內容都好啦。咁你哋嘅訂閱同支持咧，就係對我嘅助力，特別係廣東話嘅頻道咧，真係買少見少噶啦。Anyway。影片咧就到呢度啦，咁中意呢條影片嘅朋友咧就撳個 like 啦、留言、訂閱同埋打個鐘仔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